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刘亦菲再出新剧，挑战赵丽颖，风吹半夏，谁能成85花的花中之王？有没有发现，内娱85花阵营经过2022年一整年的群芳斗艳，格局正在悄悄改变。第一批最先爆红的85花4小花旦是刘亦菲、杨幂、刘诗诗、唐嫣，而第二批逐渐崛起的花旦则是赵丽颖、倪妮和 Angelababy。这7位内娱85后女星，凭借古偶、现偶和正剧，在娱乐圈一波又一波的大洗牌中，有的顺利飞升，有的被困在飞升魔咒里不上不下，还有的已经被远远甩出几条街。他们分别对应哪种局面，想必各位心中自然有数。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刘亦菲从大荧幕转战小荧屏，应战的首部作品《梦华录》被央视认定是爆款，可谓成绩显著。而赵丽颖从古偶转战正剧，一年拿出《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两部佳作，前者让她在年底摘下第35届华鼎奖当代题材最佳女演员，后者在播出期间收视惊艳，口碑爆表，热度和话题也一直居高不下。2022年的赵丽颖也算是交出一张完美答卷。由此可见，85花女星阵营经过2022年整体洗牌，能够凭借作品争抢85花花中之王的，就只有赵丽颖和刘亦菲。尤其是2023年1月3日，刘亦菲和李现的新剧正式开播，进一步证实了于姐观点。有意思的是，刘亦菲新剧名叫《去有风的地方》，赵丽颖年底最后一部剧叫《风吹半夏》，两部剧都带着一个风字。那么，他们两位掀起的这波争夺花魁的东风，到底谁吹得更猛烈，谁刮得更讨喜？去有风的地方能否超越风吹半夏的辉煌？楼兰于姐和大家一起探讨1、2。女主人设造型大 PK。风吹半夏主要讲述赵丽颖饰演的女企业家许半夏，从卖废钢起步，在钢铁行业一路披荆斩棘，闯荡商界江湖的创业故事。这个题材很新颖，很独特，也是国内首部把视角放在女企业家身上的电视剧。而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许半夏，梳着飘逸长卷发，涂着精致小口红，穿着一双高跟鞋，摇曳生姿，风情万种，既有女人味儿，又有职场干练果决的霸总气质，让人眼前一亮。此外，许半夏可以为了对兄弟的承诺，在国外吃糠咽菜抓骗子，也可以为了生意和同行斗智斗勇，曲意逢迎。她可以为了爱情，敢爱敢恨，敞开心扉，主动出击，也可以为了曾经兄弟们犯下的过错，诚心忏悔，勇敢担责。虽然她也有原生家庭带给她的伤痛，后期也曾对同行狠辣果决到不太讨喜，但这样一个复杂又饱满的女主人设，比以往那些傻白甜、恋爱脑不知道要好看多少倍。那么，刘亦菲在《去有风的地方》中演的女主又是怎样的性格和人设呢？刘亦菲演的角色名叫许红豆。好巧不巧，两部剧都有风，两位女主角都姓许。许红豆一出场，起床刷牙，出门坐公交，到酒店一路跟同事打招呼，又是检查前台记录的工作台账，又是安排重要客户用餐住宿，又是蹲下帮不慎打翻酒杯的女顾客擦鞋子，又是给客户回电话处理 VIP 卡升级问题。这一连串镜头下来，干练飒爽，业务能力超强的酒店女高管许红豆已经深入人心。然而，这个角色也并不是许多职场剧里每天穿着高跟鞋出入高档写字间的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城市职场精英。回到宿舍，褪去一身行头的她，穿着简单普通的家居服，素颜出镜，也是相当接地气。
尤其是被闺蜜吐槽每天不按时吃饭，冰箱里的东西放到过期，工作连轴转，不注意身体，天天把买车、买房、找男友挂在嘴边，到头来只有一个好闺蜜相知相伴，一年只能见2次。这些都让许红豆这个角色真实可信，落到了地上。那股子烟火气，接地气到仿佛就是曾经勤劳打工的我们。和闺蜜处成牛郎织女，和前男友处成同城异地恋，人活着到底是图什么？看着唯一的好闺蜜突然患上胰腺癌晚期，还没有好好看一眼这个世界，还没有好好找个男友感受恋爱的甜蜜，就猝然离世。许红豆的心仿佛被一记警钟敲醒，打算按照闺蜜留下的遗言，好好感受一下人生，好好找一找人生的方向。说实话，单纯从剧作来剖析，这2部作品立意不同，主题不同，女主人设也不同，很难分出高低优劣。一个呈现商界女强人披荆斩棘、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一个呈现疲于奔命的职场打工人在云南小镇轻松惬意、疗愈人生的治愈风。于姐知知道，许半夏人设不完美，但饱满生动，有血有肉。而许红豆兢兢业业、勤劳努力、善良诚信、温柔大方，有着社畜的平凡脆弱、孤单寂寞，也有着女高管的干练洒脱和敢说敢做。这2个角色都那么真实可信，代入感极强，可谓是平分秋色，不分伯仲。演员阵容大 PK。提起风吹半夏，他的卡司阵容非常强大，除了赵丽颖的实力和流量，让她在剧中担纲挑大梁的大女主。李光洁饰演的赵磊有着商人的精明睿智，也有着对许半夏的痴情守护。2人演绎的成年爱情又直接又暧昧，又坦荡又热烈，别具一格。此外，和许半夏一起创业的钢三角，欧豪演绎的童潇琪前期莽撞、单纯义气，后期成长后懂得爱人，也懂得承担。黄登登饰演的陈宇宙，前期吃苦耐劳，承担所有脏活累活，后期却患上不治之症，爱得那么心酸凄美，让人意难平。许半夏在钢铁圈里一起打拼的商界伙伴中，刘威饰演的武建设有老大哥的善良和温情，也有生意人的算计和唯利是图。任重饰演的冯玉，对朋友重情重义，对感情却始乱终弃，导致职场情场双失意。冯佳怡饰演的裘必正，圆滑世故，阴险狠毒，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最终患病去世。还有王劲松饰演的徐有人为人市侩，孙谦饰演的高心怡直爽可爱，柯蓝饰演的高跃进理智霸气，宋茜饰演的郭启东野心勃勃。他们每个人都给于姐留下深刻印象。一部剧看完，庞佛已经成了老熟人，成了可以用思想交流人性的挚友。不得不说，这就是实力派演员的实力，汇聚在一起就能碰撞出一部好剧。而去有风的地方演员阵容实力比起风吹半夏也毫不逊色。虽然偶像剧成名的李现一直以来都被划在流量小生那一栏，也一直没有后续拿得出手的好作品，让他摘掉偶像派男演员的帽子。这些使他和实力派男演员李光洁基本没法比。但这次在去有风的地方，李现却去油成功，狠狠让人惊艳一把。他没了以前霸道总裁的冷酷模样，变成一个勤劳务实的回乡创业小伙谢之遥，在云南的乡村小镇居然真实自然，很接地气，代入感十足。不得不说，他的表现让他算是真正步入了实力派男演员的行列。除了男女主，让人意外的是，在许多剧作中担当女1号的吴倩，开局第1集就把于姐狠狠虐哭。她饰演许红豆的闺蜜陈南星，无论是2人演绎亲密自然的神仙闺蜜情，还是她在患病后在病床上一句一句露遗言，都让人感受到了吴倩演技的成熟和精湛。
短短不到半小时，她就把一个体贴关心、爱护闺蜜的女孩子，对人生有那么多期待和遗憾的打工人，对父母未尽孝心有着愧疚和不甘的女儿，演绎的细腻生动，入木三分，让人共情。明明脸上挂着笑，你却能看到她还没有买房，没有买车，没有谈个恋爱，好好享受生活的落寞和伤感。明明一句句告诉好友，让他去实现自己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简单愿望，你却能看到他对人生就要谢幕的不甘和悲凉。明明说自己还能有力气再活500年，你却能感到他是在心疼闺蜜，放不下闺蜜，满心满眼都是对亲友的牵挂和不舍。不得不说，吴倩的演技在开头第1集就紧紧抓住于姐的心，让我不由自主跟着默默流泪。此剧的年轻演员中，还有董卿、牛俊峰、范帅琪、姚安娜、曾舜晞等人加盟，而这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和吴倩一样，可以在不少剧作担纲主角。此外，84岁拿过金鸡奖女配的吴彦姝饰演的谢安乃一出场，庞佛就是村里那位熟悉的、慈祥能干的老婆婆。正在《向风而航》中扮演男主顾南亭妈妈的刘佳，在《风吹半夏》演过王老板的郝平，涂松岩饰演的马秋山，董卿饰演的有风小院老板娘，胡冰卿饰演的娜娜，傅家饰演的谢大伯，以及杨坤、郝平、焦刚这些实力派老戏骨，都让于姐觉得分外眼熟，演技也特别细腻真实、接地气。由此看来，刘亦菲新剧的阵容也不可谓不强大。2集过后，演员们的演技全员在线，不但让人在第1集领略了此剧的虐，还在第2集领略了云南的美，以及淳朴温暖的风土人情。女主演技大 PK， 赵丽颖的演技是有目共睹的，一路走来，她的戏路正在不断拓展、不断突破、不断提升。胜任的了《谁是凶手》中阴郁毒辣、颇有心计的反派女主，也胜任的了《风吹半夏》里果敢霸气、务实勤奋的创业女强人。她把许半夏童年时期因为缺爱，造成对金钱的渴望、对真情的渴求、对感情的不自信和脆弱一面演了出来，也把许半夏对兄弟的义气和珍视、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事业日益膨胀的野心和骨子里的倔强、执着、清醒和理智演了出来。这样的演技，在85花里的确可以堪当花中之王。难怪这部剧在上线16天时，能被22.5万名观众打出8.4分成绩，这就是大家对赵丽颖演技的认可。那么，刘亦菲在新剧中表现如何呢？说实话，以前在《梦华录》中，于姐还真没被她虐哭，但在去有风的地方第1集，我却因为她泪崩4次。第1次，得知闺蜜患癌后，晚上许红豆给父母打电话，说完好友病情，挂了电话，悲伤顷刻之间奔涌而出，她一边小声啜泣，任由泪水在脸上肆虐，一边把米饭一口一口往嘴里塞。那一刻，于姐忍不住泪如泉涌。在北京那样一个人人渺小如蝼蚁的大都市，唯一可以交心的闺蜜年纪轻轻就要离世，她为她感到惋惜、不甘、心痛。第2次，和闺蜜吃关东煮，看到病房里隔壁女孩的妈妈突然离世，陈南星拉着许红豆要最后吃一次自己喜欢的关东煮。她真的想吃吗？她是对死亡恐惧害怕，对人生还有那么多遗憾和不甘。她和许红豆一边吃一边聊，满是唠叨和不放心。听到这些，许红豆再一次忍不住泪如泉涌，靠在陈南星肩上强忍泪水，不想让她一起难过。闺蜜之间彼此为对方着想的情谊，两人对彼此的挂念和不舍，让人再次心痛落泪。第3次，就是陈南星去世。正在公司忙碌的许红豆得知闺蜜去世的消息，在处理完闺蜜后事后，冷静下来的她痛哭不止。唯一的好闺蜜就这样匆匆离世了，
他怎能不难过、不悲伤？第4次播放陈南星的遗言。陈南星去世前，在医院给许红豆发了很多语音留言，也算是遗言。但许红豆一直都没勇气点开。闺蜜去世后，她企图用忙碌的工作麻痹自己，让自己尽快遗忘，走出悲伤，但无济于事，却把自己累进了医院。当她终于鼓起勇气，一句句点开闺蜜发的语音，那熟悉的话语，那亲切的叮嘱，那对人生的不甘，那对亲人的挂念，让红豆再次轻轻啜泣。南星说：“你吃东西前千万要记得看保质期，别什么东西往冰箱里一扔就不记得了，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南星说：“你一定要幸福，一定要多出去，跟人敞开心扉，多交些朋友，毕竟总得要有人能替补我的位置。”听完这么长一段遗言，还有闺蜜想吃肉龙的最后一句话，许红豆轻轻答应了一句爱，黑暗里一抽一抽的，眼泪鼻涕一大把，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而戏外的于姐，那时那刻更是泪雨滂沱，控制不住。怎么能这么虐呢？第1集就让人跟着哭4次，不得不说，刘亦菲这次的哭戏是真的打动了我。虽然没有古装剧那么楚楚动人、梨花带雨，但这次她却让我深深共情了。这不是演技又是什么呢？所以从演技来看，刘亦菲和赵丽颖也是旗鼓相当，不相上下。总之，刘亦菲新剧去有风的地方，前面2集全员演技在线，剧情新颖独特，节奏有急有缓，暂时观感不错。只要后期不出现烂尾或其他不真实的狗血剧情，没准还真能跟赵丽颖的风吹半夏 battle 一下。